Hello， 大家好，歡迎嚟到 The Suki Channel。咁都差唔多有1個月嘅時間冇 upload 新片啦，因為荷蘭政府而家咧已經停止咗呢個商鋪嘅 lockdown 啦。咁我都正式開始翻我嘅 part time 工作，所以就比較忙少少。但係之後咧都會 upload 多啲新片，同大家分享荷蘭嘅資訊嘅。講翻正題先，今日想同大家講呢，就係嚟到荷蘭旅行一定會去睇嘅一個景點，就係風車村啦。大家又知唔知道點解荷蘭會有咁多風車同埋咁出名呢？除咗喺以前嘅時候咧，荷蘭人會用風車嚟到磨谷啦、做酒啦、做芝士之外咧，風車對佢哋嚟講都有另外一個非常之重要嘅用途嘅。原來荷蘭咧有1/4嘅土地都係喺海平面之下嘅，所以 The Netherlands 咧又叫做 Lachland， 即係低地咁解。由於佢哋嘅地喺海平面之下啦，所以佢哋好多時都會受到水患影響嘅。咁所以喺荷蘭好多地方咧都會起咗堤壩。咁呢啲風車嘅其中一個非常重要嘅作用咧，就係佢哋要將呢啲水由堤壩嘅一邊抽翻出去海嗰邊。所以荷蘭風車咧對荷蘭人嚟講咧真係非常之緊要嘅。嚟到而家風車嘅數量咧就冇以前咁多嘅，但係就仲有2個非常之出名嘅風車村。咁其中一個咧就喺 Amsterdam 附近嘅 Sansersheim 啦，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喺 Rotterdam 附近嘅Kinderdijk。咁2個風車村都各有特色嘅。Sansersheim 咧佢就會有少少博物館啦，即係可以俾人睇到做芝士啦，同埋即係有啲設施俾小朋友玩咁樣嘅，就比較旅遊化啲嘅，我覺得。咁 Kinderdijk 咧就係被譽為最古老風車村。咁今日咧，我想同大家講嘅咧就係呢個最古老風車村。咁就同大家分享少少呢個小孩提房 Kinderdijk 嘅由來啦。其實咧佢就喺1740年嘅時候建成嘅。頭先都有講過話荷蘭有1/4嘅土地喺海平面下邊啦。咁 Rotterdam 咧直頭有6.5公尺係喺海下邊，所以當時住喺 Alblasserdam 附近嘅居民咧，就喺嗰個位置起咗好多堤壩去保護佢哋嘅村莊，起咗19個並列嘅風車啦。最出名就係、直至到而家咧，佢哋都仲係全世界最大嘅風車系統嚟嘅。而且喺1997年嘅時候咧，佢仲被納入為世界自然文化遺產之一添。咁至於小孩提房 Kinderdijk 呢個咁可愛嘅名咧，都其實唔係呢個地方嘅原名嚟嘅。呢個地方嘅原名咧叫做 Oudtshout， 咁係後期啲人先至幫佢改咗一個咁樣嘅名嘅。而呢個名嘅由來咧，亦都有好多唔同版本嘅典故嘅喎。咁我都同大家分享下呢啲唔同嘅小故事，睇下大家覺得邊個先至最似真嘅咧？咁第一個版本咧就係話當時有一個小朋友，佢就住喺 Oudtshout 呢個區域嘅。咁佢有一日行過啲堤壩嘅時候咧，佢就發現咧喺堤壩上面咧穿咗一個小窿喎。咁佢就用佢嘅手指頭去塞住咗呢個堤壩嘅窿，防止啲水咧喺堤壩嘅另外一邊流入去村莊入。咁結果咧，去到後尾佢父母發現佢唔見咗嘅時候，先知道原來佢一路都企喺嗰度，就塞住嗰個窿仔唔敢走開，就係為咗保護條村莊。所以佢哋為咗紀念呢個小朋友咧，就將呢度嘅堤壩改咗叫做 Kinderdijk 小孩提房啦。咁第2個講法咧，就係一個最廣為人知嘅講法嚟嘅，就係話喺1421年嘅時候咧，荷蘭受到風暴嘅吹襲啦，所以好多荷蘭嘅地方咧都受到洪水嘅掩蓋。咁喺洪水退去咗之後咧，佢哋就發現喺 Oudtshout 呢個地方咧，就有一個搖籃，入邊咧就發現咗一個 BB。咁另外就仲有一隻貓，不停咁喺搖籃入邊跳嚟跳去，係為咗保持呢個搖籃平衡，等啲水唔會走入去搖籃入邊，令到個 BB 受傷。咁佢哋為咗紀念呢件事咧，就將呢個堤壩呢個地方咧叫咗做小孩提房。而第3個講法咧，就係話當時其實呢個 Oudtshout 嘅水壩咧係由一班童工起成嘅，所以咧就直接叫咗做小孩提房。咁第4個講法咧，就係話呢度嘅水壩比平時嘅水壩要矮，所以佢哋就改咗一個咁樣嘅名俾佢啦。唔知大家聽完之後覺得邊個講法最似真實呢？又或者你會唔會知道另外一個版本嘅故事呢？都可以喺下邊留言話俾我聽。咁講咗咁多，而家都係時候帶大家去睇下呢個咁出名嘅最古老風車村啦。我哋事不宜遲，即刻出發。Kinderdijk 位於 Rotterdam 嘅東南邊，由 Amsterdam 揸車出發大概要1個鐘，
而 Rotterdam 揸車去就只需要24分鐘。如果大家冇租車，都可以坐交通工具，譬如好似 Waterbus 或者地鐵、巴士。如果坐 Waterbus， 仲可以欣賞到 Nieuwe Maas 嘅河岸風景添。除此之外，大家都可以 download 9292 Reist met je mee app， 或者上佢哋嘅網站 check 下邊條路線最適合你自己。呢度行入去已經係風車村。上個星期仲有好多人喺呢度溜冰，今日我哋已經可以睇到啲湖全部溶晒，仲咁好天。今日我哋就揀咗用步行嘅方式嚟到參觀呢度，但係其實大家仲可以喺入口處嗰度租單車，又或者買飛坐遊覽船嚟到遊覽呢度嘅風景嘅。喺 Kinderdijk 入邊呢就冇餐廳嘅，所以大家可以好似我哋咁樣帶埋自己嘅野餐袋嚟到呢度揾個靚靚嘅地方野餐。而家嘅小孩堤防除咗係一個旅遊景點，仲係一個觀鳥熱點，有啲人仲會嚟呢度釣魚添。雖然經歷咗幾百年嘅時間，堤防已經改善咗好多，但係風車都仍然有繼續運作。有一啲風車仲會開放俾遊客買飛入去入邊參觀，入邊嘅石磨、糧倉、風車葉芯。而且有啲家族仲喺風車入邊住咗245年咁耐㗎啦。步行參觀嘅另外一個好處就係可以揾到好多嘅打卡點，影好多好多嘅靚相，同埋感受到田園嘅風景。等我嚟訪問下同行嘅朋友對呢度有咩感想先。我嚟咗30次㗎，大概呢個咧就30年就先嚟一次，我咧就1年嚟。而家第一次嚟。住咗荷蘭30幾年第一次。喺最後提提大家，除咗喺入口處同埋觀光船上面之外，成個風車村都係冇洗手間嘅，同埋冇咩遮陰嘅地方，所以記得帶備好遮、食物同埋水啊！今次我哋嘅風車村介紹就嚟到呢度，如果大家有機會就嚟睇下中古建築、田園風景嘅小孩堤防啦！我哋下次再見，得先，拜拜。